吹散入骨的疲倦，叮嘱我要热爱世界。烟火气息弥漫街边，市井温柔俗生消遣，和你去过的下饭馆，装满我的思念。哦，想和你见面。哦，手牵手并肩，漫步小城的夜晚，时间很慢，爱已不散。爱是一日三餐，有你四季陪伴，似是烟火最美盛宴，铺垫出大家的温暖。请记得，爱是家长里短，共是粗茶淡饭。你的笑脸永远新鲜，给予我幸福期盼的美满。马上就要内部选拔赛了，食堂那边到底是怎么搞的？您放心，乔治一早就打好了招呼，而且我们已经备好了最佳的危机公关方案。你们现在都学会瞒着我了，小雪知道吗？我们哪敢呢？我和乔治一致认为，这次的事件，不管是对食堂还是对怀香集团，都是一次很好的宣传机会。小雪病了，乔治是故意瞒着她的。这小子可真行。我倒很期待，看看你们能玩出什么花样来。开始吧。近日，怀香集团对旗下食堂餐厅遭受网络谣言攻击作出声明，其旗下餐厅所有食材均由国内优质供应商提供，符合国家食品安全卫生标准，更不会使用洗虾粉等违禁品。食堂采购的小龙虾均出自钱江的清水龙虾，符合 GBT18407.4要求。为自证清白，食堂更是将所有账目明细公开，供广大网友及相关单位监督，并且追究造谣者法律责任。中国有句老话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们与怀香集团及旗下品牌食堂早已达成战略合作。今日，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怀香集团旗下食堂餐厅洗虾粉事件，网络上的评论出现了大反转。食堂及其母公司怀香集团反而因祸得福，口碑大涨。就这么干的，干得很好啊！都不想干了是吗？来，这是什么呀？看着好好吃。花生酪，宫里娘娘的最爱。那请问你给几个娘娘做过啊？朕那与历代祖先可不同，朕是只娶你一个。哎，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做的这么精致啊？你换一些什么圆形啊、正方形的模具啊，这做这样我都舍不得吃。没事儿，你放心吃，这东西繁殖快，吃完了我再给你弄一锅。吃着。我先拍个照。我手机呢？那怎么在你这儿？
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啊？食堂出事儿了。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明天就要比赛了，你还想不想要比赛名额了？你看，我就知道你着急上火。你放心，事儿呢，我和宋叔已经解决了。解决了？真的，不信你自己看一看。喂，乔大哥，今天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发通告了，证明咱们食堂的食品安全没有问题，而且那3个托儿的鼻影例是伪造的，已经被逮捕了。行，太好了，今天你们也辛苦了，回去啊一定好好犒劳你们俩。可是谁偷的账号密码还没有找到，我心里这坎儿始终过不去。没事儿，既然已经报警了，咱们就相信警方。你们回去好好休息。啊，对了。记得通知包子，明天跟我去怀乡参加内部赛，我带他长长见识。好的，乔大哥，我知道了。喂，宋叔，你怎么这么大的事都不告诉我？乔治是担心你的身体，他这么做也是得到了陶总的批准。那现在公司内部怎么样？没事了，事情已经澄清了，没有反对的声音。乔治明天如约参加比赛。行，对吧？我就说没事儿啊，来趁热，凉了呀，味道就减半了。这里面是哪儿的棒？还有别的口味？行，有胃口就好。再休养1天啊，你就恢复元气了。你都忙了1天了，要不然这个给你吃吧。不用，我已经吃过了，这些呢就是专门给你准备的。你吃什么了？边角料也不能浪费嘛。辛苦你了。嗨，这有什么的？这不是夫妻之间应尽的责任吗？回头有一天我要是病了，你也有个样板可以参考嘛。呸呸呸，说什么呢？一家人都要健健康康的。对。哎，妈应该快出院了，回头啊，我做一桌，咱们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吃一顿。把爸也叫回来，陪他喝2盅。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总会回来的，毕竟一家人嘛。那个，明天你比赛，我就不去了。哦，理解。之前咱们说好的。那我就以宫廷老代酒，祝你成功。好，谢谢老婆姐。爷爷，我终于迈出第1步了，我一定会拿回属于您的荣耀。George， 我要回 Singapore 几天，不能观看你的比赛了。但我知道你一定会赢，等我回来给你大摆7天庆功宴。哎，那个是郑泽郑老师也来了。这个郑老师可是鲁菜的国厨，他可是出了名的严格。这其他参赛选手，你不给我介绍一下？哦，对，在咱们前面这人叫郝旺，他是9天怀乡的参赛选手。这9天怀乡曾经可被纳入过田项母推荐的，在集团里边呢能进前3。谱了几个老前辈呢，怀乡集团就属他最厉害了。其他人呢？没了。不是，是这样，
这些人里边，我就觉得郝旺还凑合，剩其他人也比我强不到哪儿去，就不用介绍了。行，你还真会生台词儿啊！欢迎大家来到怀香集团厨师内部赛的现场。本次内部赛将从12位主厨中挑选出2名代表怀香集团参加全国厨师大赛。下面有请各位参赛厨师上台抽签。多少号？12号。你看看，就是大厨必须得压轴。哎，有那句话怎么说了？那个叫那个小字啊小字，你嘛时候能成为怀香第1呀？就在今天，就在今天。下面请各位参赛厨师按顺序上台抽签制作菜品，有请1号选手。这位厨师抽选到的题目是怀香牛肉汤，请准备好您的食材。听说这次做的都是家常菜，靠的都是基本功。我要做的那道菜就好了，批评师傅做的好。这位厨师抽到的是葱香武昌鱼，请准备好您的食材。哎，我为啥我怎么那么紧张了呢？没事。下面有请12号选手上台抽签。哎，小志，一鸣惊人，在此一举啊！还有，击个掌，助个威。大家好，我是12号选手乔治，我抽到的考题是肉末茄子。你就是那个食堂的乔治。是。那就请开始吧。好。这个乔治人品很有问题，应该剔除淮阳集团的厨师行列。不过就是个网红罢了。他的那家店啊，全靠炒作出名。看资料，他的职业评级也就是个学徒。他这怎么着还在怀香北区后厨干过呀？对，那时候他还不是天香榜的1星厨师。什么？天香榜？做好我们评委的事儿，到底是骡子是马，总得牵出来溜溜才知道。轮到乔治了。现在厨师们为了赢得比赛啊，加入了创新。像现在已经出现了什么茄汁味的麻婆豆腐、糖醋炸鱼鳞，反响啊都不错。不过这肉末茄子是一道很平常的家常菜，想要有所创新，难度可不小。我看他怎么还没有动刀啊？是啊。小志，干嘛动手啊？触感不对，坏了，这猪肉是馊的。哼，他不挺能的吗？我倒想看看他肉末茄子怎么做。
要多吧，哥们儿。茄子太软，并不是常见的雕刻食材。他这个刀法堪称精绝。哎，当初他们在你们后厨实习的时候，你就没有一点印象？难不成之前的文思豆腐是他切的？《馆子》一书中曾提到，雕卵即在蛋上进行雕画，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食品雕刻。宋代席上雕刻食品已成为风尚，所雕的为果品、姜、笋制成的蜜饯，造型为千姿百态的鸟兽鱼虫与亭台楼阁。这乔治雕刻的孔雀属于整雕，他把雕刻原料刻制成立体的艺术形象，这在雕刻技法上难度较大，要求也较高，真实感很强，而且一看便是临场发挥，完全是靠本能创作。啊，不错呀！哎，郑老师，您这雕刻刀法在我们当中是实属最高了，看来这次你是对他相当的认可啊。刀工再好，雕刻的再精致，都只是辅助作用。虽然是道家常菜，但是却比糖醋鱼呢更加需要经验。做得好好的，怎么开始折腾起豆腐来了？这小子刀工居然这么好，看来也并非徒有虚名。刀工确实不错，但做菜不光是摆造型呀，你看看这不就飘了吗？肉末茄子居然加豆腐，这肉末茄子不能加豆腐啊？加豆腐倒也可以，但多一味食材，菜名便有变化，会影响评分呐。他是要在肉末茄子里面加豆腐吗？哎呀，这要是不贴题，是影响评分的呀。剩了还有不到10分钟了，处理猪肉应该是来不及了。距离比赛还有最后5分钟。还剩5分钟了，他还能做什么？距离比赛还有最后3分钟。看他这个样子，他是不打算用肉了吗？倒计时30秒。你知道你的问题吗？你的命题是肉末茄子，但你却没有用肉。你这现在是跑题了，没法给你评分的。各位，我选择放弃猪肉作为这道菜的原材料，因为最近猪肉的价格实在是太贵了。猪肉再贵，跟你有什么关系？现场没有猪肉这个食材吗？我请各位品尝一下这道菜，相信大家品尝完毕之后，会明白其中的精髓。你们3个也品尝一下。
哦，你先回去等结果啊。这不错呀，啊！难怪小陶总如此推崇他，他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用豆腐完美取代肉的味道，素肉在这道菜中还能完美中和烹饪过程中茄子吃油太多所带来的油腻感，不简单呀。这是一道值得推广的创新菜。这确实啊是一道素菜，特别适合减肥人群啊，说不定还能引起巨大的反响。值得推，值得推。刚才差点吓死我，什么情况？我的肉被人动了手脚了。啊，兄弟，你刚刚那道肉末茄子做的确实不错，只可惜你只用豆腐没用肉末，你这是跑题了。往小了说，你这是跑题了；往大了说，你这就是不尊重比赛。咱做厨师的，除了做菜，那也得学做人呢。你这样锋芒毕露，未必是好事吧？话有点多啊。小志，真有你了，这都让你给秀了，可以呀。走吧，回去干活了。回哪儿去啊？不是等比赛结果呢吗？菜都做完了，还有什么好等的？走了。嘿，永远都这么自信啊！有实力就是好。夏雪，第一轮的评分已经出来了。99.2，最高分。宋叔，你那边准备怎么样？啊，你放心，已经让人剪辑制作了乔治全部的制作过程，针对肉末茄子套餐制定新媒体传播方案，稍后过会。行，尽快让所有门店的厨师都学会。既然我们主打的是健康饮食，那我觉得就应该配上蔬菜饮，还有杂粮饭。行啊，小雪，现在越来越懂美食了。吃的多了，自然就懂了。我们怀香集团虽然沉迷已久，但给人的印象过于沉稳。此次联名区的开设，确实让我们的菜品添加了朝气。我相信，这个肉末茄子一定能够打开年轻人的市场。哎呀，你相信吓我一跳吗？怎么跟美女说话的？我跟乔治有话要说。我在车上等你。你这做医美了，办的不错嘛。别装傻。疯了！你这好几万东西就这么扔过来？我跟盛唐娱乐已经签约了，明天就要出差了。在我走之前，你真的不打算跟我坦白吗？什么呀？你是不是喜欢我？你就好好干啊，争取早日在大荧幕上见到你。来，就这样，嘴硬。我那300万违约金，是不是你给我交的？我哪有钱呀？你自己交的。我交的？对啊，你在食堂的分红啊，我提前给预支了。反正违约金是1年之后付清，我算了一下，足够了。虽然他不想说，但盛唐的事情肯定也是他托关系帮我的。从他进入这个家的那一刻起，他真的把我当成家人一样来照顾。谢谢你啊，姐夫。没事儿。这个寒冰呢，也就只能影响小的网红公司，像盛唐娱乐这样，可就不是他能兴风作浪的地方。所以，接下来的路你要自己走了。你也是啊，跟我姐要好好的。当然，这次出差去多久了？3天。才3天？那你整的跟生离死别似的，真浪费感情。
这个位置倒要深一点。乔大哥，怀乡内部赛评分公布了，你是第1名，99.2分。恭喜老板！恭喜老板！运气不错嘛。哎，我就说怀乡肯定你第一吧。乔大哥，要不我们今天晚上出去喝点庆祝一下？啊，那个这样，等一切尘埃落定，我请大家啊。那好吧。这样，马上就。太抠了，请个客至于吗？把这个雕好，我这不雕挺好吗？深，要深啊，这边，就这块再深点。对。哎，好哥，恭喜啊，好哥，恭喜恭喜！你首轮总分第2，98分，是不是？该发大红包啊！发红包，发红包，发红包！有病吗你们？听说过第2名发红包吗？该干嘛干嘛去！你不懂规矩啊！用刀必须专注。是师傅，对不起。把手里活干完，去趟会议室。是。董事会对乔治的肉末茄子非常重视，准备在联名区推广，这事儿你盯一下。好，知道了。制作过程和视频我一会儿发给你。嗯。你看，郝旺怎么样？郝旺。再努力努力，可以成为我们酒楼的顶梁柱。但是我想，我不应该让他参加厨王大赛，他太要面子了。那乔治呢？乔治虽然还有一些不太成熟，但是他展现出来的潜力太惊人了。说实话，我不知道他将来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请进。宋总，师傅，新菜品你尽快落实。宋总慢走。坐。师傅先请。先坐。哎。好啊，你一直以来都很努力，这一点很像我。但是这次比赛，你就当是个历练，不要太在意名次。是。我是担心辜负您还有公司集团对我的期望。没有人给你压力，你不要以为你能代表怀乡酒楼。是，我只是没想到自己会输给乔治。做好自己，欣赏对手。我之前跟你说过，你都忘了？是，师傅，对不起。不好意思，今天的牌号卖完了，下次再来吧。哎，美女，别走啊！是不是没拿到号？是啊。我这有51张，要不要？这一张，可以。我们要不在这里来吃吧？来。来，80，我这个50不多了，80，先速度再快一点，要断货了。我的好大哥，你配菜再麻利一点啊！知道了。好，大家快点啊！天天就知道催命鬼上身啊！行了，别抱怨了，谁让乔这道菜就能后被陈陈了？近日，各大菜市场茄子卖到脱销，起因竟然是怀乡集团推出的一道家常菜——肉末茄子，着实令人感到意外。小雪，这是所有门店的菜品报告。好评率为9.5。不仅仅是评分高，而且网上传播的是更棒。看来啊，这健康饮食确实是当下追求的主题呀，还是你们年轻人更懂年轻人。你今天找我来，就是为了吃顿家常菜啊？对啊，这是乔治在怀乡集团内部比赛中做的肉末茄子，现在全国的门店都在推广了。
乔帮主的新菜啊，那我得尝尝。这肉末茄子怎么跟平常的不太一样啊？服务员，你好，女士。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这个肉末茄子是怎么做的呀？啊，这其实是一款纯素菜，上面的肉末是通过豆腐进行调味制作而成。谢谢。祝您用餐愉快。看来这道菜对我们女孩子很友好呀。这相传东晋年间啊，有一座寺庙以烹饪素食闻名，他们擅长制作一道叫素肉的菜，不仅闻名于当地，甚至传到了士大夫阶层。后来一把大火将这座寺庙烧光了，这制作素肉的手艺也就失传了。用豆腐制作素肉的技巧，我之前倒是品尝过不少，但跟这道菜相比，那些都太欠缺层次感了。就拿我们演员来说吧，为了保持好身材，我也吃了不少素肉，可跟这个菜相比，差远了。这把肉末茄子做成素菜，这跟当下的减肥市场很契合。不得不说，这怀香集团的营销部门还真是很有头脑，迅速抓住了这道菜的精髓，这样很快就能打开市场了。看来乔帮主每次都给我们不同的惊喜。怀香集团还真是捡着宝了。哎，话说这乔治欠你这么大个人情，他也不感谢你一下。就是，你知道提醒我了。喂，喂，乔帮主，你这个人的为人处事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啊？我帮你这么大的忙，还得主动上门跟你要好处啊？哦，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最近一直忙这个比赛的事儿。这样，明天来食堂吧，我摆一桌向你赔罪。行，算你有良心。明天见。木霞。啊，哎，明天你有空吗？一块儿啊？行，是得好好感谢人家。对了，我出差回来，你来接我，我姐不吃醋啊？他让我接的。那为什么你来接我？你坐副驾。我就不喜欢开车。还有男人不喜欢开车的。对了，你现在账上应该不少钱了吧？为什么不买辆车啊？好歹也是个老板，买辆车充充场面也是必要的。哎呀，创业期嘛，能省则省。你再说了，这买车呀跟买房它不一样，车它不仅贬值，还是个消耗品。那我出差这些天，车都给你了，里程怎么没变？你怎么不开车啊？哦，我知道了，你不是不喜欢开车，你根本就是不敢开吧？因为你技术很烂。我猜对啦。什么你就猜对了？我怎么？行，我不敢开怎么了啊？这反正有的是人给我当车夫。一个大老爷们儿不敢开车，比恐高症还要稀缺吧？行了，有你这么嘲笑自己的姐夫的吗？哎，行了，不笑了。哎，对了，你去参加比赛，我姐去给你助阵没？没有，她身份比较敏感，得避嫌，免得呀被人说三道四的。就他能装，有什么影响不好的？本来就是我姐夫啊。行，你好好开你的车啊，看路。你最近在盛唐怎么样？还可以。听说你出差是要去录综艺啊？我觉得综艺还是要少去，
毕竟你是从网红进军娱乐圈的，虽然拍综艺它是赚快钱，但是它会消耗你在观众心中的这个新鲜感的。你看那些老戏骨，他就不会频繁的在公众场合登场，你要像他们一样学会爱惜自己的羽毛。你知道我有多久没有更新短视频了吗？如果我真的是为了挣钱，我根本就不会去盛唐，因为我之前做网红比做艺人挣钱挣得多得多。这些综艺都是我跟我公司商量以后的结果。还有，你说的那些老戏骨，人家都是积攒了一定的实力和人气之后，才有资格静待良机。如果我像他们一样在家里面待着，谁会认识我？谁会找我拍戏啊？你真的觉得我上综艺给你丢脸的话，那你以后在外面就不要说我是你妹，这样呢就可以保证你小陶总在外面光辉伟大的形象。这是两码事儿，陶无双。妈病了以后，咱们家财产多少人盯着，你知道吗？你又干什么？我没什么，我就是觉得自己啊太失败了。你说这菜做再好有什么用啊？还是堵不上你们两个的嘴。来尝尝。喏，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礼物。特意给我买的？对，特意给你准备的，只此一份。口红？你见过哪个大老爷们用口红的呀？很多啊，我身边的大老爷们儿都用口红啊。你们那个圈子男的不太一样。我说你这不是买给我的吧？我现在说它是送给你的，就是送给你的。你啊，还是自己把这个送给你姐。说起来，你确实得好好谢谢她。我为什么要谢谢她？你看她那个傲娇的样，我看着我就难受。哎呦，你还不知道呢吧？她那噎着了你就喝点水。她可我也得说呀，你姐为了你特意去宁海电视台投放了你们节目的广告，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让那些编导对你这个新人多点照顾，多给点镜头。哎，结果没想到你表现的还挺好，节目组那几个编导还有老前辈还挺喜欢你，说你那几个精彩镜头想删都删不掉。所以你姐这次广告算是没白投。你别多想啊，我呢就是单纯的为了推广我们怀香楼的新菜品，还是要靠自己努力的。拿过来。不是小姨子送我的礼物吗？你一个大男人要口红干什么呀？送谁啊？那你反正现在我是拥有者，我怎么处置你管不着，哎，管不着。哎呀，谢谢你的礼物。也谢谢你帮忙。珍惜眼前人吧。虽然这个套餐推出还不到1周，但是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反响，数千家门店预计售出了50多万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广大网友呢，更是把这个套餐称之为“减肥神餐”，迅速在年轻的群体当中火了起来。虽然它的减肥效果一般，但是只要是品尝过的顾客，全都100%给了好评。其次，
肉末茄子取得成功的原因，我们总结了一下，总共有3点。第一点，我们紧紧地扣住了移动互联网的特点，利用了大众对减肥这个话题的关注度进行宣传和推广。第二，乔治把这道菜制作方法简单直白、原汁原味的过程剖析给大家，让所有的门店都能学习掌握这道菜的精髓。第三，品牌中心的宣发起到关键原因。大家做的不错，给所有参与者发放相应的绩效奖金。那这道菜的创立者乔治拿什么奖励？按联名区的利润比例进行提成。这是不是太多了呀？对呀，之前没这么干过呀，之前没这么干过。我们之前就没事。各位，从今以后，不仅仅是乔治，公司鼓励所有的厨师对菜品进行创新。公司会对新的菜品进行评估，通过评估以后，会根据新菜品的特点进行推广和包装。开发的厨师还有推广团队都会获得新菜品一定比例的提成。能者多劳，多劳多得。怀乡需要创新，更需要像乔治一样优秀的厨师，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下保持年轻的活力。各位可有异议？乔治做的的确不错，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行，稍后的细则就由宋叔给大家讲解落实。好，还有后天的2轮内部赛，所有的筹备事宜都发给我确认。着我的脸，我也会对你说出那一句句誓言。你会发现和我的心从来没改变，就像那大海永远映衬着天空的画面。我要带你逃出喧嚣无比的世界，体会无忧无虑的疯癫，不用担心前方路太遥远，一路向前。你也会发现我流下的眼泪，也会看见我写下诗篇，我也会永远把你紧紧抱在身前。我要带你逃出喧嚣无比的世界，体会无忧无虑的疯癫，不用担心前方路太遥远，一路向前。你也会发现我流下的眼泪，也会看见我写下诗篇，我也会永远把你紧紧抱